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上一期的屁池那期视频中啊，这个很多小伙伴说小白你最近风格怎么变化这么大啊？这个说话这么慢啊，柔柔弱弱的，声也不大。还有小伙伴甚者啊说小白你是不是被淹了之类的这种话啊，并不是啊。这个上一期的弹幕中呢，有小伙伴已经发现了，就是我上一期视频中是在凌晨录的，就是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吧，3、4点钟的时候，这个失眠比较严重吧，然后不想打扰这个邻居们休息，然后还有就是呢，这个失眠困扰嘛，然后状态也不是很好，近来的这个状态呢就好了一些啊，这个也改在这个白天录视频，所以说，是吧？感觉是不是又回来了？这期视频呢非常简单啊，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我一款我付了钱，但是已经差不多快被我忘记的产品，就是红米的 Note 4 X。这台手机呢是聊过，但是这一台呢是初音未来限量套装这么一款手机。这一期视频呢就不跟大家聊什么拍照啊，就是性能方面啊，什么都不扯，因为上一期视频中呢，就是红米 Note 4 X 的那期视频中啊，已经详细跟大家聊过了，所以说这期视频呢就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它的外观啊，就是简单一个开箱吧，非常简单啊，什么深度的东西都不聊。好了，咱们就废话少说，赶快看看这个限量版，这个应该是小米第一次出限量版的手机，还有就是有一定这个收藏价值或者说纪念价值的产品。不过完之前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OK， 这台手机呢，说实话，他给我发短信的时候，我是过了2天才发现这条短信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现在这个短信都是接收验证码用的，平时都不怎么看了啊。后来我是彻底把这台手机给忘了啊！过了几天之后呢，才去拿的。这个盒子呢，它是2个盒子吗？哦，它是1个盒子，是对到一起的。盒子外边就是印花，然后初音未来限量套装，特别给说了一下。它这个右下角啊，还有一个初音未来的这么一个小标志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做的还是蛮精致的啊。OK， 咱们把它拉出来。它还是不能就是全部把它拉开的吧？这样可以把它打开。包装上还是挺屌的啊，感觉还是挺精致的。照这个之前小米的手机，这包装简直不像一个厂商做的。颜色上呢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，初音的这个颜色，你说它是什么颜色都可以啊，蓝也好，绿也好。咱们也不用去纠结，有一个手机壳，这个手机壳的颜色印制上啊，我感觉并不是那么好，尤其是它的这个头发印的是明显偏绿了啊，可以跟它盒子上对比一下，盒子上这个感觉就清晰很多，但是它这个壳子上的这个明显就是绿色，不是那么太好看。机身的颜色呢，明显就是一个蓝色的机身。也没有印出来就是蓝绿相间那种感觉，不过这个要求不要太高，因为手机的这个着色呢是比较难的一个工艺，尤其是像这种比较复杂的颜色。Note 4 X 这台手机呢，还是像开头咱们说的啊，大家直接去看上一期 Note 4 X 那个专门的体验视频就可以了。这一期视频呢，咱们只是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啊，还有就是设计方面，咱们看看这个里边有没有因为这个初音未来呢做的一些改变啊，这个说明书呢也是变成了初音未来的这么一个印花，而且颜色上呢也做了一些调整，有一些元素在里边。我觉得这台手机啊，真的就是初音未来的粉丝呢去做一个收藏，就是如果你要是买来用的话呢，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它好像还贵一点是吧？还贵一点。当时我预定的时候是多少钱这呀？我也忘了，1299。确实给忘了啊。时间太久了，过去得有将近2个月了吧。这个移动电源的颜色呢就好很多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个颜色一对比呢，明显这个移动电源的颜色就要好一些。
是1万毫安时的移动电源，然后它最高呢是支持18瓦的输入，输出呢最高是15瓦，额定容量呢是6900毫安时。顶部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按键，然后一个输入口，一个输出口，也是 Micro USB 的，并不是这个 Type C 的。这个颜色上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卡片？哦，初音未来主题，使用米 UI 系统扫一扫 App。OK，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。没有赞助商，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！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0-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，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。好吧，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，但是却干货满满。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，小白我每天跟你语音聊天，新鲜的科技圈资讯，精彩的幕后花絮，这些都是少不了的。打开微信，直接搜索小白测评，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现的二维码，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。每天我在那等你，期待加入。OK， 现在呢是把手机换到了初音未来的这个主题啊，整体上呢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吧，尤其是在这个不管它是初音蓝还是初音绿的这个颜色的应用上啊，电话啊或者说上面的一些小标志啊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如果你要是粉丝的话呢，应该会比较有共鸣。我并不是这个初音未来的粉丝啊，说实话，所以说看着并不是特别有感。这台手机呢，其实还是纪念意义吧，或者是收藏价值吧，因为它毕竟是小米呢第一次出这个纪念版的东西啊，不管它是手机也好，或者别的产品也好，它是第一个。之前呢并没有出过特别的什么定制的款的产品啊，或者是手机啊都没有出过，所以说这个东西，如果你要是粉丝的话呢，可以买一下；如果要是并不是粉丝啊，没有必要纠结这个玩意儿。初音未来这个 IP 呢，其实很早之前啊，在这个索尼的 Xperia 某一个型号上，我已经忘记了是哪个了啊，就是很早之前的一个手机上做过这种纪念版的手机，它的那个广告呢印象深刻。还是非常酷炫的，跟这个小米的确实是差很多。小米这个明显在广告上呢就不是特别的尽心。如果要是粉丝的话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可以购买的。如果要是不是粉丝的，觉得完全没有意义啊，因为它价格呢好像还贵一些。顶部和底部的颜色呢，明显要比中间呢稍微深一点啊。不过既然是限量版啊，这一次红米 Note 4呢，每一台机身上呢还都有一个唯一的镭射编码。我这一台呢是1682，具体多少台啊？这个官方呢也没说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。我在网上查呢，有人说是8-9千台这个样子啊。在我们的搞机群里边呢，我是看到了有小伙伴发到了2000多号的这个机器啊。如果要是买来收藏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收藏价值还是有的。毕竟小米呢，现在在国内来说，粉丝拥趸啊非常多的。如果要是不差钱的话呢，买来一套来收藏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，尤其是粉丝的话。好了，今天的就是简单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初音未来版的红米 Note 4X，这个只是一个粉丝向的产品。OK， 今天的这个小开箱分享就和大家聊到这儿。还是那句话，关于红米 Note 4X 这台手机的具体体验，还有就是它的实际的一些性能啊、效果啊各个方面吧，屏幕啊、拍照之类的，大家去我的频道里边翻看之前第一版就是原始版啊，这个红米 Note 4X 的体验测评就可以了。这一期呢只是带大家看一下，因为这东西还是有一些纪念意义的吧，有一些收藏价值。就着它这个包装盒呢，最后再吐槽一下小米的这个，反正现在都是这个风格，也不光小米一家，但是你看稍微的改变了一点点，给大家的这个新意感呢就非常多。这期视频就和大家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， 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的直接评论或者私信就可以了。还有最重要的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。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。聊聊科技圈的趋势，聊聊发布的新机之类的，每天晚上在那等你。就到这儿，不客观真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里。